就是会一直这样。对，然后然后大哥说，他说那不就是 wink 吗？我自己有点自卑，因为我后来得过一点点那个抽动症。抽动症你们听说过吗？就是小孩跟人说话一紧张的时候，眼睛会在那块眨来眨去的。我就是一紧张的时候，我左边的眼睛会疯狂的眨。我小时候也这样。那不跟 wink 一样吗？我最讨厌背课文，老师一提问背课文，紧张一紧张，左边眼睛眨得飞快。我那会儿就特别希望自己背出来课文的频率能跟眼睛眨的频率是同频的，所以有时候一背就有种莫名其妙的节奏嘛，听起来就特别像现在的 rapper。我举个例子啊，比如一段绕口令，什么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塔嘛，就这么个绕口令，老师要说来，大齐你背一下。我背段绕口令的感觉就是那种，那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塔嘛，呜。哦，真有活呀！最后那个呜。我为躲一下老师撇过来的粉笔头，你知道吗？他觉得我调皮，有时候一下打着你行啊，打不着你他不解气，他站那儿继续撇。我傻乎的往那儿一站，我呜呜呜，来回躲。那会儿自卑，偷偷把所有课文背特熟，不敢上去跟陌生人打交道都。直到有一次我邻家一个小孩文具盒丢了，非得让我带他去买个文具盒，让我帮他跟老板讲讲价。我心想我这眼神帮你讲价，到那儿憋了半天才敢开口，我说老板。买个文具盒，帮人家小朋友买个，老板能帮忙便宜一点。本来文具盒10块，老板卖他15，给我留了5块钱的销售提成。我当时虽然小，明白老板误会了，赶紧过去跟人解释说：“老板，啊，再给拿转笔刀。”还买个橡皮的。那天我邻居那小孩回家的时候，书包里沉甸甸的，背一书包新文具。我回家的时候书包里也沉甸甸的。那老板最后送了我一板巧克力牛奶。我妈回家翻书包，翻出来一板牛奶，都懵了，说：“儿子，牛奶哪来的？”我说：“妈，挤出来的。”后来我特喜欢带同学朋友去这地方买文具，荣华富贵，全在眨眼之间。一个礼拜最多时候我赚过90多块钱。哇！那会儿在那挣钱挣到自己都有点害怕了，我都怕有一天我这眼睛我康复了都怕。好景不长，学校开始有坏学生站学校门口抢钱。我平时见他们我都绕着走，有回实在没绕过学校，他说来来来，把钱给我掏出来。我说哥我没有钱。他说没钱揍你没钱，围了5、6个人要上来揍我。我那会儿喜欢看《精武门》，李连杰演的陈真还记得吗？为了吓我，就开始模仿李连杰，我站那儿来回跳，其实不跳还好，一跳都是零钱，哗啦哗啦响。他说：“你把钱给我掏出来。”我当时有点太紧张，我胡言乱语，我说：“你信不信我杀了你？”我这一句话给他说懵了。他说：“你有刀啊？”我说：“没有。”他说：“你有枪啊？”我说：“没有。”他同伴都懵了，说：“那个你先别眨眼睛，你到底有没有啊？”我说真没有。他说你啥也没有，你拿啥杀我呀？我说眼神，幽默，多少能给人点力量。这句话说完，那天是我头一回看有人把胳膊抡圆了，准备扇我嘴巴子。要打我之前特嚣张，站我面前，你不杀了我怎么没死啊？啊，你不弄死我怎么没死啊？最让我生气的，这孙子学我，他说你不杀了我怎么没死啊？我当时看他学我真太生气了，我太紧张了。我开始背课文了。我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而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呜！说完这个小子没听懂，学习不好，愣那儿了。看他们愣那儿，我赶紧跑了。第二天再从这条路上走，没想到又是他们。我过去我说，有的人，他说你把嘴闭上。我告诉你啊，今天这条路不给钱你过不去啊。我说这个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又没听懂，赶紧又跑了。第3天从这条路上走，发现坏了，这孙子拿语文课本站那儿等我，背吧来吧背，10岁都不到小孩子，他能给我背，我看你背什么来，站这背来来。我说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我说的像疯了一样站那儿翻书包。这句话也是鲁迅说的吗？我说陈奕迅。好亮。
后来那天这点钱到底被抢走了。说实话，刚开始特别难过，我站那都快哭了。让这一个傻子一句话就给我说乐了。他说：“哎，咱哥几个就有钱了啊，一会儿上小卖店。”我一听上小卖店，这不又要给我花回来了吗？讲到这儿了，谢谢大家，拜拜。大旗旗开得胜，谢谢。大旗叫个好，大旗。感谢。大旗是哪位老师推荐来的？我推荐，您推荐的啊？对，我们俩一起同台演出过。我的荣幸。哎呀，对，今天也是同台演出了。我就特别佩服大齐的一点就是，他讲东西能从一个很小的点一直讲下去。对，就是阿加斯这个事儿，可能放在我就是几句话就写完了，就想不出来更多角度了。但是他会写很长，真的是。这个是功夫，这是功夫。谢谢。我特别喜欢东北的脱口秀演员，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调调，就是他自己就是在场上的那种很随意、很松弛的那种感觉，所以爆一个梗的时候才会让人觉得哎反差特别大。对，他其实也没有给观众有一种期待吧，我马上爆梗了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特别好。作为第一个来讲，已经非常好了，给他鼓励。厉害。对，谢谢。我在听你的这个脱口秀的时候，特别有那个共鸣，尤其那段节前这事儿，我太有。确实有，不是我遇到过，但是我还是比较机智的逃跑了。那你还是你身体比较好，他们是不良少年，我是发育不良少年，我跑不了，每天都给他们那儿。我那个事儿其实讲的时候有股心酸，但是有很多故事挺好玩的。今天还有就是说你那个小动作。哎，大家有那种平时小时候就是会眨眼或者类似的啊？对。大齐最开始跟您在一块儿，这刚认识的时候也这样吗？老这样？我感觉当时对我有点意思，我以为。这好多小孩都有，这种是比较。但是老眨吗？对呀，就是你现在眼睛干的人也会眨呀。就是会一直这样。对，然后大哥说，他说那不就是 wink 吗？但是频率不会这么高，对，因为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个博主，类似于他也有这样，但他可能会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就是开始叫啊，就是抽动症，其实就是严重的。对，无论什么时候他忍不住。谁付航啊？就上来就是Monkey Baby， 然后他就来了。我还有那种同学就是回头。哦，对，上课他回头。他这么一说，我发现。我都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的婚姻搭子他也会这样，有些时候说实话，然后突然这样一下。之前以为他耍帅是吗？啊，原来是病啊！那你亲得着他吗？亲不着吧？对。哦，为了躲我是吧？躲得很快。好嘞，感谢我们大齐的精彩表演。大齐旗开得胜。接周老板肯定是有压力的，我只能自己瞎编一个广告，让大家觉得我好像去念那个广告一样，但其实那广告就是我自己现想的。出门口让工作人员拿手机给我查2条闲鱼广告就去念了。说实话，就是你接在一个大咖后面，你压力其实是会很大的。但他很聪明，他没有直接上来就直接进段子，而是先抛了一些互动啊、自我调侃啊，然后就说啊，我接他们俩怎么，打破了这种观众的那种紧张感、那种氛围感。大齐。挺牛的。大家可要记住啊，其实我们每位演员最终都是你们投票这个标准。下面一位会不会更炸呢？这位就是我们全场都要顶沸的吴鼎。请各位选出你心中最夯的演员。第一个肯定是吴鼎嘛，他来这节目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我要先投吴鼎一票。吴鼎老师吧。内投第一名的，他就是吴鼎。实至名归，吴鼎的个人专场《野蛮生长》和《赛博苍蝇》巡演上座率95%以上，豆瓣评分8.5分，我很期待他的演出。我叫吴鼎，你得细品抓紧。我希望能展示出我最自然的状态，所谓全部的喜剧的人格魅力吧。Let's go, let's go, let's go。下面就是我们全场都要顶沸的吴鼎。
墨神君，幽默神君。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吴鼎啊，吴鼎，鼎是这个青铜器的那个鼎，啊，这是我爸给起的名字，他觉得很雅，我不太喜欢。鼎就是古代人煮饭用的大锅，吴大锅有什么雅？你听起来像唱戏里的男主角武大锅，哎。很尴尬，但是我爸说这个不错了，这已经是改过的了，改过一次。我刚出生的时候，97年香港回归，我爷起名叫吴龟。我说行，还是大锅吧啊，大锅吧。我家庭条件比较普通，所以我就经常很羡慕我的同桌，他条件好，他经常能带来那些我买不起的东西。我上3年级有一天，他带了一个 MP3，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用过 MP3，有没有？有啊，有不少出生于上世纪的老人啊。小孩应该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MP3 就是一个音乐播放器，大概就这么大，你必须插耳机才能听。你可以上课偷偷听，就把那个 MP3 插上耳机，塞校服兜里，把那个耳机线顺着校服袖子拿出来，藏在手上上课去。真是这样了，太有生活了。你这么听不会被老师发现的。我同桌有时候上课听嗨了，开始这样。我们老师还在那儿美呢，说同学们你们看，数学是多么美妙呀！买不起，很羡慕他，我就想模仿他，我就买了个最便宜的耳机，我趁别人不注意我也塞进去，我模仿他，但是我手里没有声儿，你知道吗？有哥们儿纯摇头，坐在第1排，有一天就不小心被老师看到了。他看到我手里有东西，非常生气，上来噌就把耳机拽出来了。当时老师看着那个空荡荡的耳机接口，他想不明白，他觉得应该有一个 MP3，他开始问我，他说你给老师拿出来。我说没有。孩子，老师都看着了，给老师拿出来。我说你看着也没有。他说你别给脸不要脸啊。我说那你搜我的身嘛，我想证明我自己。他觉得我在挑衅他，课也不上了，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开始搜我的身，里3层外3层都搜遍了，搜不出来，搜到后面人都疯了，开始抠我嗓子眼了，你是不是咽进去了？肯定有，拿出来。我是个3年级的小孩，我应对不了这种失去理智的中年人，就逼得我都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了。我说人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去追寻一个不存在的东西？逼得我实在没招了。他搜了5分钟，他不得不接受我真的什么都没有，气得他开始骂我了，指着我鼻子说：“你脑子有病吗？啊？你拿个耳机线，你来学校钓鱼来了？”那节课我失去了一切，我没有 MP3，我也没有尊严，我唯一的财产耳机也让拿走了。同学还每天笑话我，真的很难受，也没有办法，买不起也不敢跟家里要，最后逼得我没招了。我找了一个替代品，拿了家里人一个念佛机，不知道有没有玩佛教用品的朋友们啊？念佛机就是一个 MP3 大小的东西，它也能插耳机，但是它只能放佛经。你家里人如果有这个老人，他可能会听，不打扰别人。我到学校把耳机插上，塞校服兜里，把耳机线顺校服拿出来，我特别开心。我说这回哥们手里有声儿了，往耳朵上一扣，特别高兴。我听了2节课，发现有问题。这个念佛机它不念，你知道吧？它纯唱，就一个旋律循环。你听多了以后，真的很容易听进去。你们可能没有听过啊，我给你们请一段。请一段，对，这对了，这词用对了，好专业。它就一个旋律一直循环，就这样。来，会唱的一起来啊！我就天天听这个东西，我听的跟我同学完全不是一个精神状态。上小学别的小孩都很活泼，下课在班级里追逐打闹，我自己坐在座位上。
我的天哪！别跑。整个人看起来心胸特别的宽广，但是跟同学已经没什么共同话题了。人家听流行音乐，在那聊华语乐坛，一句话插不上。俩人问说最近听谁的歌？哪说听周杰伦和林俊杰。突然问我说：“哎，你听谁的歌？”我说：“啊，那个观世音和弥勒佛啊。”也算华语乐坛吧。从印度乐坛过这边发展的，对。你没有办法，你为了弥补谎言，就要不断的编造谎言。但是谎言总有一天会被戳穿。坐在第一排很容易被老师发现。有一天上课听得正开心，我们老师就看到我了。他上次没有抓到我，他天天盯着我，非常生气，上来噌就把耳机拽出来。当时耳机在他手里，念佛机还在我兜里。我也是那天才知道，念佛机跟 MP3 最大的区别是念佛机能公放。当时是真想出家了，这个书是读不下去了。我当时什么造型？我被老师拽到讲台上，我面对全班50多个同学，我嘴唇紧闭，一言不发，我体内传出阵阵佛号。我往那一站，我都怀疑，我说这是不是他们说那个立地成佛呀？我们老师看着我说：“哟，班里还有一位佛系男孩啊！”我当时恨不得从窗户飞走，这个班是待不下去了，感觉没有同学拿我当人啊，感觉在他们眼里我脑袋开始发光了，没有同学听课了，这底下那议论我说：“你说咱们贵还是不贵？”很难顶。这个事情搞得我童年时期都特别尴尬。这个段子也讲过很多次，这很早就写的段子，讲的时间长了以后，你会消解当时的尴尬，你会可以治愈一些当时的童年的伤痛吧。但直到我前几天我在演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老的观众，他看完这个演出，他说：“我看了你很多次这个段子，很喜欢你，送你一个礼物，你回家拆。”我特别兴奋，我里3层外3层拆开是一个念佛机。我当时心情很复杂，你说我是感谢他的喜欢，也没有看不起这个礼物的意思。我就是当时有一点点难过。我说：“哥们儿，你这么喜欢我，看了我这么多场这个段子，你应该听得出来，我想要的是 MP3。”不是，都快20年了，快20年了 ，MP3 都淘汰了，我都没有 MP3，啊？怎么这个童年的念佛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哟，来，谢谢大家，谢谢。被你开开。谢谢。怎么样？这露丝老师看咱们这个屋顶的演出，